疫情关了好几年，很多人心里面应该都在呐喊，好想去旅行。那今天就让我们先来过个干瘾哦，聊聊各种千奇百怪的旅行冷知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身为一个宅宅很多的团队呢，有个问题我们思考了很久。现代人念个书要有毕业旅行，结个婚要有蜜月旅行，上个班要有员工旅行啊，辞职不干了也要来一个寻找自己的旅行。人为什么那么爱旅行？好好待在家不快乐吗？然后我们认真研究了一下旅行的历史之后，发现了超多有趣的冷知识，像是早期的蜜月旅行竟然会去参观监狱，还有段时间呢，全世界最大的旅行社竟然是纳粹经营的。另外到了现代呢，大家是为了求快乐，但竟然有人会专门去大屠杀场景黑暗观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旅行历史，还有各种奇怪的旅行冷知识吧。首先，我们要来界定一下今天我们要谈的旅行，主要是那些为了观光玩乐的目标出发的旅程，那种孔子周游列国啊、哥伦布伟大航道这种比较有政治或商业目标的旅行，今天就暂时先不谈哦。人类最早的旅行记录呢，大概出现在西元前1500年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但观光旅行开始萌芽，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世纪的古罗马时代。其中一个关键是呢，古罗马打造出了很成熟的道路系统。那既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旅行要干嘛？所以来自罗马帝国各地的有钱人会在夏天的时候去住海边的别墅、泡海水浴场，或者呢是去各个名胜古迹参观。那随之而来的就是观光产业的出现，像是专门为观光客们设立的 SPA 产业、旅馆，甚至是赌场啊、酒吧还有夜店。只能说罗马人懂玩，但是当时旅行单纯只是一种休闲活动，还不太有人会去认真的探讨旅行的意义。那种想要透过旅行寻找自己的概念，要到17世纪的贵族壮游才开始出现。壮游起源自英国，当时被贵族视为是重要的成长仪式。当时的贵族子女会花1到3年的时间出发到法国或是意大利去见见世面。那因为壮游的本意是教育所以每个行程都会规定的很仔细，慢慢演变出所谓壮游一定要做的事、壮游必去景点等等的概念，甚至还有了搜集纪念品的习惯，开始跟我们现代人的旅行有些很相似的地方。而后来这个习惯也从贵族开始蔓延到中产阶级的人们身上，一直到今天有些西方国家的年轻人也还有 gap year 的文化，花1-2年到各地去旅游。不过呢，比较不一样的是呢，17世纪贵族们是带着老师啊、仆役、主管等等一拖拉苦的人出发的，而且一玩就是好几年，一般的平民当然很难做到。平民百姓想要旅行呢，大概要等到19世纪了。19世纪的时候，因为工业文明的进步，铁道系统还有蒸汽船出现，长途旅行变得更便宜也更快速。当时搭火车到附近玩1-2个礼拜的活动慢慢的流行起来，而脑子转很快的商人呢，马上就想到了可以做一条龙的套装旅行服务。1841年，英国商人汤马斯·曲克成立了世界上面第一家旅行社通济龙旅行公司。当时他们一手包办车票、食宿、导游，甚至还有外币兑换啊、旅行手册等等，让英国绅士贵妇们体会到了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魅力，也让呢通济龙很快就成为了世界最大的旅行集团之一。而另外呢，现在熟悉的蜜月旅行传统，也大概是在这个时期的英美流行起来。当时的蜜月旅行呢，被视为是一个让夫妻能够共同成长的过程，所以非常重视教育意义。除了一般我们想象呢去看这个风景名胜之外，还有去参观像是医院啊、监狱、收容所等等的地方。而且为了让夫妻们更认识彼此当时还有人建议蜜月的时候呢，夫妻应该随身带笔记本，把对方的行为记录下来，每晚睡前呢互相的这个反省啊、检讨。怎么听起来这才是最 hardcore 的行程哦。那无论如何呢，19世纪后旅行这个活动开始大受欢迎，就连新兴的纳粹也留意到了这个吸引人的新潮流。在20世纪初德国出现了一个叫做力量来自欢乐的组织，简称 KDF。KDF 呢是一个纳粹附属组织，当时宣称是要为普通的德国人提供中上阶级才有机会享受的度假跟旅行，而背后的目标呢，当然是为了吸引民众支持纳粹政府。一开始 KDF 只是在举办一些简单一日游的活动，但后来活动越来越夸张。到了1930年代 ，KDF 提供了阿尔卑斯山滑雪之旅，在波罗的海盖了世界上面最大的度假村，还有
有很多艘豪华游艇，让民众用免费或超级便宜的价格去享受。而全盛时期，据说总共有破千万德国民众参与了 KDF 的活动，也让 KDF 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旅行业者。直到战争爆发之后，这些浩大的观光旅程计划呢才宣告停滞。不过有人认为这是让旅游文化在民间普及化的重要事件，也开启了21世纪旅游业大流行的前兆。进入21世纪之后，旅行变得越来越普及，旅游业也变成了全球产值最大的产业之一。大家都非常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去散心一下。但对于一些比较 hardcore 的旅行者来说，只是换个地方吃饭睡觉啊，实在太无聊了。有没有更刺激的东西呢？别担心我们这里呢为你搜集到一些酷行程给你参考。第一个候选人呢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黑暗观光，跟一般主打快乐回忆的旅行不同黑暗观光专门去一些跟战争、大灾难或是大屠杀有关的景点，像是美国的恶魔岛监狱、坦尚尼亚的奴隶市场，甚至是波兰最恶名昭彰的纳粹集中营等等，让你在旅行的期间也可以反思历史。如果觉得这个太黑暗不适合，那你或许可以尝试充满光明的红色旅游。这里的红色呢是共产主义的红专门去一些共产主义伟人圣地去朝圣。在2004年的时候，中共曾经大力推行红色旅游，希望增强大家的爱国情感。旅客呢可以穿着红军装，手持5星红旗，去井冈山延安等等的中共圣地去游玩，甚至跟团出国去参观马克思的出生地，去巴黎探访周恩来故居等等，让你追寻革命导师的足迹，感受磅礴思想的力量。什么？连这个都不喜欢吗？那你也可以考虑这个连家门都不用出的这个 Google 地图旅行。我们真的没有在闹。在疫情大爆发的期间呢，用 Google 街景去旅行成为了大家过该瘾的流行。后来还有导游开办 Google 街景行程，大家可以边听导览边到 Google 上面逛景点，甚至还可以利用时光回溯的功能去看一些已经消失的景点。怎么样这个够宅宅友善了吧？不过虽然现代人呢都很爱旅行旅游业也养活了非常多人，但这背后也是有些代价的。观光和旅游业兴起之后呢，一个很常面对的质疑是对环境的破坏。当大量的游客涌进一个地方，势必也要建立很多的旅馆餐厅、交通等等的设施。如果没有规划好，很容易就会造成过度开发的问题。而另外，很多人不满的是观光客对于当地生活文化的破坏，不断严重的打扰了原来居民的这个生活，也让当地的产业变得很单一，牺牲了发展其他文化跟产业的机会。而且也有人批评说，有些打着深度旅行的行程呢，根本就只是一种文化消费，旅客拍完照打完卡就离开了，没有真的理解当地文化。甚至当地人为了符合游客的期待呢，会刻意扮演某些刻板印象给游客看，反而让自己珍贵的文化还有传统逐渐的凋零。甚至对于旅客本人来说，旅行可能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越来越多人指出说，社群媒体让旅行变成了一种比较跟炫耀的工具，有时拍了一堆照片，赶了一堆行程，让人越旅行越累，身心都没有得到休息跟满足。那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要怎么样尽可能减少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但又能够满足旅行的欲望呢？如果你也在思考这些问题那或许可以考虑看看我们这一集的干爹——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台湾东部海岸呢，有着独一无二的美景和部落文化，但是因为要深入了解不容易一般人就算到了当地，可能也只能停留在走马看花的层次。所以为了让人能够真正的认识部落，也让部落之美能够被更多人看见，2013年的时候，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举办了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每年推出不同主题特色活动。工作假期的核心是不只认识，更要参与与部落共同合作完成一件事，召集志工与部落一起完成像是房舍的彩绘、修缮传统屋、手作步道等不同的环境营造工作，真实的参与部落的公共事务。而期间志工负担的所有食宿费用也会真实的回馈到部落本身。那相对的，部落会把最道地的部落生活分享给志工，带领志工体验传统射箭、文化泛舟、月桃、香蕉丝工艺等等的活动。透过这些活动，部落跟志工能够深入的和彼此交朋友，在分享文化的过程当中，也让珍贵的部落文化能够永续留存。目前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已经举办了10年期间有1600多位的志工来到部落，他们几乎都表示说，参加工作假期之后，自己对部落的印象有很大的改变，会发自内心的喜欢上部落。那因为这样子有超过50%的志工会再次回到部落，接近200多人还决定重复参加，而推荐率也高达了98%。而目前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的范围包含了花莲、台东共13个部落，参与的部落也表示说，一开始知道有团客要进入部落，很多人都表示反对，但是后来看到志工们的真诚，大家也开始改观，进而把志工们当成
成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人甚至对志工说：“你们也是我们部落的族人了，希望之后你们以家人的身份回来。”所以，如果你也在寻找一段有意义的旅行，或是对于部落文化感兴趣，非常欢迎你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一起来认识一下东海岸部落工作假期哦。我们在研究旅行的时候，发现从古到今旅行的意义似乎有着2种不同的力量在角力。一方面，大家希望透过旅行得到休息放松，让自己重新充电；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希望可以透过旅行得到成长，在里面找到新的意义与启发。那当然了，这2个目标并不是完全互斥的，只是每个人在意的比例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呢想要多多耍废，有些人呢想要多学习，找到平衡并不容易，所以这可能也是旅伴容易吵架的原因。那虽然旅行对每个人的意义可能不同但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标准能够让我们实现心目中最有意义的旅行。比如，你可以问问自己，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旅行的目标究竟是想要放松休息，还是想要得到成长启发？各自的比例要配多少才合适？那当然，如果有余裕的话，也可以思考如何减少自己的旅行对于当地生活的影响，让这些美好的文化和景观能够持续的被更多人看见。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就想问大家对于你来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旅行就是为了放松越无脑越好，比旅行是为了成长，想要体验更多不同的事物。所以我能不出门呢，就先不要出门所以旅行先不要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旅行冷知识。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黑暗观光和台湾 B 级景点的讨论。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